一把降魔宝剑，一副狰狞面目，行走于人鬼之间，这就是民间传说中捉鬼的神钟馗。欢迎登上超级航星舰，我是领航员逐鹿人。8月20号，科隆游戏展上没有等来黑神话悟空的 DLC， 但是等来了黑神话钟馗的先导预告片。游戏科学这是要做黑神话的宇宙啦。今天我就来讲讲这个抱头环眼、铁面求病的钟馗到底是个什么人。先看游戏先导预告片里面，钟馗是骑着一头老虎的，他还有2个跟班，这个就比较像清朝烟霞散人写的《钟馗斩鬼传》里的设定。阎罗君叫钟馗去阳间捉鬼，并且给他配了2个跟班，一个叫程渊，一个叫傅曲。这2个生前一个是文官，一个是武将，都是含冤屈死的，所以他们俩的名字就很像含冤负屈这个成语。然后阎君还给了钟馗一头白泽，白泽是神兽，虎首龙身，所以说游戏里这个骑老虎是有来头的。后来还有一只蝙蝠精做他们的向导。那么刚开始出现的2个小怪是什么人呢？他们提到过一个大王，还说钟馗是捉拿他们的人，那很显然这2个人就是钟馗要捉的鬼。在钟馗斩鬼传中有很多种类的鬼，什么饿死鬼啊、醉死鬼啊、灵力鬼等等，最后还有一个最终 BOSS 叫做棱针大王，所以他们说的大王很可能就是这个棱针大王。这2个鬼，一个拿着瓶子，一个拿着葫芦，这个特征让人想起了《西游记》里金角大王、银角大王的手下精细鬼和灵力虫。所以说游戏里这2个小鬼可能是参考了各种传说设定创造的。那么钟馗为什么会成为捉鬼神呢？目前关于钟馗流传最广的故事是唐玄宗梦钟馗捉鬼。这个故事在沈括的《梦溪笔谈》、唐代卢照的《唐异史》里都有记载，说是开元年间，唐玄宗生了一场大病，病中梦见了一个小鬼偷走了玉笛，还有杨贵妃的绣香囊。玄宗就大怒啊，正要派武士驱鬼，忽然一个大鬼奔进殿来，这个鬼蓬发虬髯，面目可怖，一伸手便抓住那个小鬼，剜出眼珠后一口吞下。唐玄宗就吓懵了，问你是谁啊？大鬼向玄宗施礼，自称是终南山钟馗，他在唐高祖武德年间赴长安考武举，结果呢，因为长得太丑而落榜了。钟馗一气之下就一头撞死了，结果唐高祖知道了以后，竟然给他赐了绿袍埋葬。钟馗就铭记在心，发誓要替大唐除尽妖媚。唐玄宗醒了以后，病也痊愈了，他就让画家吴道子按照梦中所见画一幅钟馗捉鬼图。后来吴道子的钟馗捉鬼图被镂版印刷，广颁天下，让世人皆知钟馗的神威。后来各种版本的钟馗捉鬼的故事就流传开了。唐明皇梦钟馗的故事虽然流传很广，但也有人发现了很多疑点，比如说钟馗的信仰实际上是早于唐代的，皇帝赐给大臣钟馗画像作为新年礼物是盛唐以来的惯例。开元时期有个名人叫张悦，就有谢赐钟馗及历日表的作品传世。那么如果唐玄宗梦见钟馗是他第一次亮相的话，那这个传播速度也未免太快了。那个时候没有抖音，没有小破站，所以这个起源是存疑的。关于钟馗的起源主要有几种理论。顾炎武认为钟馗是古代举行大挪仪式时候用的神棒，它的原名叫追，但是呢，齐国人把追这个发音拆开了读，最后就读成了钟馗，这是有根据的。在周礼考功记上说，大龟长3尺，钟馗首。大龟是什么呢？就是古时候天子的仪仗，它的上端的形状像一个锥。然后方言这本书又记载齐人谓锥为钟馗，所以说大龟钟馗首啊。而古代人又很会写错别字，所以馗字逐渐的以讹传讹，变成了馗。南北朝的时候有许多人取名钟馗或者钟馗，是希望人们能够像刺鬼的武器那样，让所有的鬼魅望而生畏。这种意义到了唐代，最终就转变成人格化的钟馗。这个说法看起来是比较靠谱的。另一种观点认为钟馗本来就是一个人名，钟馗的原型是商汤时候的巫相钟馗，这个馗就是面具的意思。
驱鬼必须要戴面具，面具的造型很多，所以有中规多守的这个传说。还有人说钟馗的最早原型源于商代成汤的右相伊尹。伊尹这个人在司马迁的史记里面本来是一个忠臣，就是成汤死后，他的嫡长孙太甲继位，但是太甲非常的暴虐昏庸，后来摄政大臣伊尹就把他放逐到了同宫关禁闭。太甲在那边闭门思过了3年以后就幡然醒悟了，然后伊尹就还政于太甲，自己退位了。这个是史记里的记载，但是呢，竹书纪年里记录的却是非常黑暗的。伊尹是一个篡权者，而不是忠臣，他把太甲放逐了，自己做大王。后来太甲又把伊尹给杀了，夺回了政权。伊尹从此化为恶鬼，就是钟馗。所以按照竹书纪年的记载，钟馗不是神，而是恶鬼啊。因此钟馗最早的形象往往被描绘得非常丑陋，但却拥有非凡的才智，这是因为伊尹本身是一位极具才华的人物。到了明清呢，关于钟馗的文学作品就更加丰富了，比如明代文学家王九思著有《钟馗传》，后来清朝就有《唐钟馗评鬼传》，还有前面说过的《钟馗斩鬼传》等等。那么游戏科学推出黑神话钟馗，可能是综合了历史上各个版本的钟馗传的故事。其实呢，它背后还有整个道教体系的神话故事，什么十殿阎罗啊、黑白无常、阴司判官啊，这些鬼神构成的中国神话宇宙是非常值得期待的。希望能够早点看到黑神话钟馗的实际画面，给游戏科学的勇气点一个赞。明明做 DLC 更稳妥，却一定要勇开新项目，这说明啊，主创人员的心气非常的高，有这种魄力，相信游戏科学还能开创国产3A 的新高峰。